众所周知，日本武士是拥有配刀权的，可以光明正大的带着管制刀具当街溜子，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这些武士和浪人肯定都是街上一霸吧。实际上，在日本存在一种配给执法人员专刻各类道具的武器，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石手。严格来说，石手在日本属于武器中的补具，也就是和我们之前提的长相凶狠的三道具算是同行。关于石手的起源，众说纷纭。久松孤之的《近世事务考》里提到，石手是由日本江户时代时来自中国的陈元晕所传至日本的柔术武具之一。陈元晕在战国时期就3次赴日，最后在江户年代正式定居。但是也有在室町时代中期，石手术已经在日本广泛流传的记载。而且在战国时代，也有一种被称为兜戈，威力能劈开头盔的武器，跟石手的造型也非常类似。甚至有传说，宫本武藏的老爸新兔无二斋是当里流石手术的高手，他的技术甚至得到了将军足利义昭的赞赏。可见石手还是有一段历史，经历过战乱年代的并非是和平时代特有的武器。但是石手真的发光发热，还得等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发布了禁刀令，规定除了武士阶级以外，其他人等不能配备携带有刃武器。此时石手凭借虽然没刃，但仍然有相当强悍的性能，成为了浪人和平民常用的自卫武器。与此同时，石手亦成为地方警察听奉行的常备武器，被执法者所佩戴，也即是现代日本警棍的前身。高级警察和低级执法人员，如捕快、捕吏，以及作为当代警察前身的童心，便会直接以石手去制服犯人。而在江户时代，作为类似于现代的警察署长的羽利，则会以石手作为指挥工具及身份象征，故其石手通常会配上银钵、银图等装饰。石手这种武器能成为警用武器的理由，其实也非常简单，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拐一样，作为非致命武器，同时又拥有足够高的性能，足以让执法人员以此进行防身和抓捕。而石手对钢铁的材质要求也不像刀剑那么挑剔，低碳钢可以制作石手，熟铁甚至生铁也都可以制作石手，因此其制作成本和材料门槛都很低。而石手身上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后段伸出的钩状分支，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抛开这个类似护手的结构，石手本身其实就是一根短棍，可以击打，也可以进行戳刺，方便生擒击晕并捕获目标。而那段护手就是为了牵制对方兵器，阻挡或者阻挡刀剑劈砍而存在的。甚至还有些更夸张的记录，例如在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石手武术的大师以石手阻挡武士刀攻击以后，使用石手硬生生折断武士刀的故事。另外，一角流石手术的训言便是向下挥劈的太刀之下是地狱的所在，能够跨过之后便会找到极乐世界。一角流所使用的石手是6角形的铁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敌方的锋刃武器虽然威力绝伦，但只要能学会技巧，驱走有势，便能以一角流的武术破解敌人有刃的兵器。自从石手于日本流行后，有不少武术流派都有研究应用石手的技巧，当中有流派更集中钻研石手术，自称一派，而这个一角流石手术就是其中作为代表的一派。此流派的创始人是神道梦想流杖术的第3代掌门松崎金右卫门。一角流石手术其实是神道梦想流杖术的一个分支，主要流传于福冈藩一带，传授对象多是当代有志于学习捕手术，一种以制服敌人以自卫的技巧的下级武士。石手术起初以独立形式向外传授，后来才与梦想流的其他武术融合一并传授。石手因为造型还有几分帅气，在动画中也经常能见到使用石手战斗的人，例如《万恶之源银魂》，因为背景是魔改过的江户时代，所以主角银时就曾经使用过灯市婆婆丈夫留下的石手。航海王中的海军中将斯莫格也拿着一把尺寸非常离谱的石手，只不过因为他使用的那把石手长度过于巨大，导致用法基本就是根棍子，棍体本身就可以应对大部分需要格挡的场合，特意加长过的护手显得像是单纯摆设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很多人都以为他使用的也是石手，那就是忍者神龟里的老二拉斐尔，但实际上他手中的武器与石手还存在不小差别，这种武器叫钗。
是源自琉球古武术中的武器。钗在传入冲绳之前，已经在亚洲诸国被普遍使用，在印度、印尼、马来、泰国、中国、越南都有使用钗这种武器的记录。钗被认为是由这些亚洲国家的遣使带入冲绳的，时间上非常接近，并且以东南亚带入的技术为主。在冲绳，钗的主要用途同样是逮捕罪犯以及镇压人群。在钗从冲绳传入本土以后，1655年，琉球国的上氏王族上姑信王子，又叫本部朝平，去了本土，并且改良了日本本土的使用钗的技术。在冲绳古武道中，钗一般2把为一组，演武时会带3把在身上，一把用来投掷，属于攻防一体的灵活武器。毕竟就连忍者神龟里拉斐尔那样只有3根粗大手指的龟都可以轻松玩转，可见钗用法相当多元化。随着手指及手掌的不同持法，会有很多招式变化。很多人都觉得石手是源自钗，或者反过来钗是源自石手。实际上，根据现代的研究，钗的发源地搞不好更远，它有可能是印度教的法器三叉戟，在被佛教吸收后，通过海上商路经由中国南方中转，在经过了漫长的旅途后才来到冲绳的。最初的琉球钗并不锋锐，用法有如短棒，但后来钗演化出了尖锐的刺，这就是它跟石手最大的不同之处了。你最早见到这种武器是在哪部影片中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